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七国集团将讨论俄罗斯和中国。德国之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会议，讨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冲突中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中国的经济胁迫也被提上议程。该小组正在研究减少对进口的战略依赖，以及实现供应链和市场多样化的方法。讨论还集中在对莫斯科每年约50亿美元的钻石贸易采取更严格的监管和一系列新措施。为期3天的首脑会议今天继续进行，包括欧洲联盟代表。为石磨中国害怕星链。经济学人，中国担心 SpaceX 运营的 Starlink 可能对其地缘政治野心产生潜在影响。Starlink 是一个巨型卫星星座，提供离网高频宽互联网接入，对乌克兰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允许士兵进行通信、识别目标和上传视频。由于该系统难以堵塞，中国担心这可能会使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并使中国入侵台湾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北京也有成为太空大国的野心，并正在开发自己的卫星互联网系统。人们对拥挤的天空和卫星碰撞的担忧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21年 ，Starlink 的2颗卫星与中国空间站相撞，迫使其移动，而中国担心卫星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对有限的低地球轨道空间造成压力。韩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抚养孩子的国家。德国之声，根据 UWA 人口研究所的年度研究，韩国是世界上抚养孩子从出生到18岁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的高成本可归因于补习班提供的额外课程。2022年的额外补习课程费用为26万亿韩元，179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孩子每月52万4千韩元，360亿美元。韩国的生育率也非常低，每100名妇女中有 0.78 人，这是更广泛的人口挑战的一部分。专家警告说，韩国需要保持 2.1 的生育率，以便在不诉诸移民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人口。亲俄中立，乌克兰如何看待中国的新兴角色？半岛电视台，乌克兰观察家说，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看法充满了矛盾和遗漏。尽管习近平仍然是唯一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关系的世界领导人，但他尚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虽然他现在似乎试图在他的帽子上增加维和人员的羽毛，但观察人士认为，他可能试图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冻结战争，允许该国补充其武器库，训练更多部队并切换到战时模式，而不是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和平进程。然而，随着中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木材出口方面越来越依赖俄罗斯，以及随着西方实施制裁，俄罗斯试图寻找新市场，与俄罗斯结盟的初级部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与此同时，在乌克兰，中国无人机和微晶圆的供应已经开始，但越来越多的人猜测，如果乌克兰总统拒绝中国的和平提议，中国可能会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供应。攻击者只需要做对一次。网络安全如何闯入董事会？金融时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报告，首席执行官需要将网络安全视为一个战略问题，应该在最高层处理，而不是将责任转移到他们的首席资讯安全官身上。报告称，由于骇客攻击是一种不对称的威胁，因此高级领导者必须采取涵盖整个供应网络的战略立场，评估声誉风险并确定需要最高保护的业务皇冠上的宝石。虽然首席执行官需要保持涵盖整个供应网络的风险和机遇的战略观点，但他们比首席资讯安全官更有能力识别乌鸦珠宝，这可能是酒店的客人护照详细资讯、水疗中心的客户健康数据或制造商的智慧财产权。在危机期间，合作的公司比那些默默忍受的公司表现得更好。卢森堡网络安全模拟器的负责人 Pascal Steichen 表示，推销员之死为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联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点。经济学人说，亚瑟·米勒 Arthur Miller 1983年访问中国，向中国观众导演了自己的戏剧《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点。该剧由中国演员用中文演出，以家庭、人际关系和道德等人类问题为基础。这些领域被中国以前的戏剧所忽视，这些领域集中在政治和历史上。当时，中国刚刚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这一时期的艺术自由在精神污染运动下已经短暂消退。
然而，米勒的戏剧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应。他的主题在中国仍然具有尖锐性和相关性，中产阶级观众欣赏剧作家对挣扎和失败的描绘的相关性。最近，实验戏剧以社会评论和反乌托邦为主题出现，反映了中国不断发展的社会和充满活力的戏剧场景。米勒的戏剧在中国仍然受到称赞，在今天仍然非常有意义。没有理由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英国每日电讯，台湾热终于与大流行后的世界分享其在医疗保健最佳实践和创新方面的经验。台湾利用其国家医疗保健系统和训练有素的抗疫人员，有效地控制了 COVID 的传播。该国于1995年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并继续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疾病预防和医疗服务，使台湾能够提供创新的医疗服务，如远距医疗咨询和医疗保健数位化。台湾一直宣导将其纳入世界卫生大会，以分享其知识和专长。中国新一届监管机构誓言筑起金融安全铁墙。南华早报，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 NFRA 将监督所有类型的金融活动并消除盲点。该机构新任命的党委书记李云泽表示，他补充说，监管机构将通过引入新的监管规则来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并深化金融改革。NFRA 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倡议的一部分，在3月的年度两会上公布。该机构旨在加强金融安全，并将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监管纳入一个保护伞。奇怪的同床异梦，以色列与反犹主义者的调情。加拿大环球邮报，最近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匈牙利总统维克多·欧尔班 Viktor Orban 长期存在的反犹阴谋，揭示了极右翼民族主义与以色列种族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伊恩·布鲁马 Ian Buruma 在 Project Syndicate 中说，尽管两位领导人都指出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证明没有反犹太主义，但他们的反移民和仇外政策表明并非如此。此外，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成员也接受类似的言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律·本·格维尔 Itamar Ben-Gvir 呼吁驱逐巴勒斯坦以色列公民。该国目前的领导曾导致了犹太社区的分裂，包括来自反诽谤联盟等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批评，他们谴责犹太种族主义。这种分裂表明，最初被建立为犹太人家园的以色列不再包含该群体。反过来，随着仇外政策在全球政治话语中变得普遍，这有可能使以色列与更广泛的犹太侨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Nescon 可以成为反击反英文化左翼的开始。英国每日电讯，21世纪民族保守主义的核心是捍卫民族的文化特殊性。本周举行的第1届英国国家保守主义会议展示了一套新的、开创性的想法。自2021年以来，全国保守主义会议一直试图探索这些迄今未止分类的思想家与其工作之间的联系。战后，西方保守主义的历史一直围绕住自由市场右翼展开，但柏林墙的倒塌和右翼和左翼政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趋同，使得经济学对保守主义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保守派的担忧越来越多地是文化和社会的，围绕住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所说的失去桥梁和纽带社会资本。国家保守派的立场，特别是减少移民和捍卫精英机构的传统，得到了大量的支援，但在政治上却低于他们的分量。国家保守派改革者的任务是纠正这众不平衡，这是选民疏远和保守党支援薄弱的基础，并在信息传递、政策实施和候选人选择中优先考虑文化问题。泰国政权的屈辱是亚洲民主的推动力。经济学人，由42岁的前科技高管皮塔·林加罗恩拉特 Pita Limjaroenrat 领导的泰国亲民主政党前进 Move Forward 在该国最近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泰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这不仅是对军队统治的谴责，也是对政权无能的谴责。长期以来，泰国对政变的脆弱性似乎很反常。它的成功不仅是对军队统治原则的谴责，也是对政权无能的谴责。与地区竞争对手相比，泰国经济创造的机会更少，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更少。疫情后的复苏是东南亚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慢的。如果向前迈进履行其承诺，打破垄断，使运营商发财的农业和电信等行业陷入困境，泰国将受益匪浅。新的战线已经划定，泰国的中途之家民主看起来不再是一种选择。美国的文化战争威胁住其单一市场。
经济学人，美国各州的法规大杂烩给企业带来了困难。不同的州政府对从生产电梯到经营银行的所有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并立法禁止堕胎，鼓励公司董事会的多样性或禁止追求多样性的种族歧视。美国州政府监管一个业务领域的决定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美国公司在一个拥有海岸到海岸市场的国家运营，这个市场太重要了，以至于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2024年大选后国家绝对多数的趋势持续下去，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经济学人的意见专栏熊比特警告说，当涉及到不同的立法时，公司的第三个头痛是与绿色植物有关，因为各州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投资提出了相互矛盾的法规。在欧盟开展业务可能需要可持续发展报告，这让挑战更加复杂，而美国一些人认为这令人不快。拉美左翼实验是对世界的警示。经济学人，左翼总统已经在拉丁美洲各地掌权，尽管他们都承诺改变，但他们面临住重大障碍。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增长停滞不前。2011年至2013年的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4%，2013年至2019年仅为 0.9%。19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12个由左翼政府管理，但尽管如此，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问题。智利内政部常称之为欧洲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不平等程度。根据伊普索森 Ipsos Mori 最近的一项调查，随着该地区各国改变对民主的态度，该地区的许多人仍然喜欢全球化。拉丁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正在刺激向右转。巴西最近的左翼转向被萨尔瓦多右翼领导人奈伊布·布克勒 Nayib Bukele 的亚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逆转。最近致力改写宪法的机构选举由极右翼政党主导。尽管如此，从墨西哥到巴西，新当选的左翼总统带来的新一线希望具有令人羡慕的环境立场，并希望建立更大的政府。他们承诺通过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更大的福利体系和更多的国家资助的医疗保健来减少不平等。这些左翼政府正变得更加保护主义，更加坚定地阻止外国开采锂等绿色资源。然而，左翼政府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一些官员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该地区需要更高的增长，投资流动不温不火，不一致的政策一直在赶走投资者。人们对该地区履行其承诺的能力感到严重关切。变装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三藩市将提名全国第一变装奖得主。多伦多星报，旧金山已成为美国第一个任命变装桂冠代表其 LGBTQ+ 社区的城市。夜总会的共同拥有者和变装表演者 D.R.C. Drollinger 将成为18个月职位的第一位持有者，该职位的薪水为$55,000。他的职责包括担任发言人、制作和参与变装活动以及保护社区的历史。去年，骄傲的男孩在抗议变装故事小时时引发了仇恨犯罪调查。该小时看到变装皇后给孩子们读书，认识想要故意收缩经济的左翼欧洲人。经济学人，数千名学者、工会会员、绿色游说者、活动家和其他旅行者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如何有必要去增长这一旨在故意收缩经济的概念，以避免社会崩溃。许多出席者来自欧盟，会议举办地布鲁塞尔以其进步的政策观点而闻名。几个不同层次的增长怀疑论者出席了会议。GDP 作为衡量社会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的挑战，增长后的支援者，他们相信社会可以对经济的上升或下降感到同样高兴，以及想要故意缩小馅饼的实际去种植者。欧盟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在会议期间，增长是所有问题根源的抽象概念在实际解决方案中并不容易应用。经济的衰落对社会的任何弊病都无济于事。相反，政府必须着眼于使经济体系更加绿色，而不是完全避免经济增长。中国伸出橄榄枝，解除贸易禁令，阿尔巴尼斯访华。悉尼先驱晨报，中国政府已表示热衷于改善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取消了对价值$6亿的澳大利亚进口木材的禁令。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前往日本，与世界7大经济体会面，参加7国集团峰会，努力缓和两国关系恶化。与此同时，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恳求习近平总统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领导人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并尽快相互接触。美国每周出请失业金人数降幅超过预期。路透社，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出请失业金人数下滑22000人，经济节性调整后为242000人，超出预期。在马萨诸塞州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激增之后，前一周的数位为264000。该州自己的失业援助部表示，他遇到了欺诈性申请活动的增加。然而，马萨诸塞州未经调整的索赔减少了14042。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估计有254000份新申请。缅甸的冲突正在分裂东南亚。经济学人，缅甸的邻国无法就应对该国冲突采取合众行动达成一致，因为自2021年出军政府夺取政权以来，已有130多万缅甸人流离失所，3万多人丧生。5月10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国首脑会议讨论了东盟缅甸和平计划草案的进展情况。虽然一些国家呼吁邀请缅甸将军们重返俱乐部会议，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更民主的国家仍然对军政府持批评态度。东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正在扩大。中国最近成为最接近缅甸军政府的国家，因为它寻求保护其投资，并在一个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国家建立战略优势。中国已经承诺向中缅经济走廊投入超过210亿美元，包括公路、铁路、管道和港口。除了经济扩张，中国还在推广习近平总统的外交政策口号"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经济发展置于个人权利之上。随着东盟团结的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使该国推进其利益，损害缅甸人民的利益。中国和印度登山者在珠穆朗玛峰探险中丧生。路透社，尼泊尔官员证实，一名中国登山者在试图登顶珠穆朗玛峰时死亡，而一名印度妇女因不明疾病从大本营撤离后死亡。在今年的登山季节，至少有8名登山者在山上死亡，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国民。尽管最近发生了死亡事件，但攀登许可证仍在继续发放，本赛季将于本月结束。至少有11000名登山者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至少有320人在山上死亡。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